这是一台10年前的电子产品，本来呢都已经变成了这种俗称的电子垃圾了，但是今年呢，它却成为了现在最流行的一种相机，它就是传说中的 CCD 相机。因为随着底片的价格越来越高，大家的目光就转向了这种 CCD 相机，这就好像是一台数位版的底片相机，从各种艺人到网红人手一台，导致它现在又火了起来。热门的机型呢，现在基本上都是缺货的，但是有一说一，这个非常过时的相机，它拍摄出来的画面确实是蛮好看的。但问题来了，究竟是这个相机的威力呢，还是这些艺人网红各个人美人帅呢？CCD 相机全名 Charged Coupled Device 是一种感光元件。这种相机就是在高画质数位相机还没有推出的时候，大概是在2000年代的老数位相机，因为体积小、方便携带，随手一拍就能马上看到照片，所以曾经风靡过一时。但随着 CMOS 的出现，也就是现在数位相机正在使用的感光元件 ，CCD 相机呢就被取代了。但近几年又因为复古风的兴盛，这种低画质、具有年代感的色彩呢，又让这个 CCD 相机呢再次的崛起。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人在韩国的第3天。那我手上这个酷东西呢，叫做 CCD， 它是一台徕卡的 Deluxe。那我就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呢，他们也有买这种 CCD 相机。那拍出来的照片有一些也蛮好看的，但是大部分的照片我觉得都是有点差强人意，就是跟那些明星们拍出来的照片有一点点差别。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拿这台相机出去，在韩国的街头上面，还有一些咖啡厅、各种地方来做一些实测，然后看一下这台相机到底拍出来的东西好不好看，就是在抓拍一些可能生活照、可能人像照等等的。那如果是有想要购买，就是有想要冲动消费的人呢，不免先看一下今天的评测，好不好？看我们在韩国实际抓拍到底长什么样子。今天一整天我在韩国就是带着我的 CCD 相机到处去抓拍。那首先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地铁站。其实韩国地铁的整体环境，我自己觉得还算是比较暗的。那我抓拍的时候呢，有开闪光灯跟没开闪光灯的都有抓拍一点。那开不开闪光灯，我觉得各自有各自的美。那当然，如果环境比较黑，然后又不会影响旁边的人的话呢，绝对是开闪光灯来拍会比较美，人的整体会比较亮，然后会更有复古底片的感觉。像地铁站还没有上车的时候，我会开闪光灯来拍，但在车厢里面我就不会开了，怕影响到别人。韩国的地铁站里面，我的印象中是跟台湾的捷运还蛮像的，不管是车内还是车厢外，我自己都觉得蛮好看，蛮喜欢的。如果说这种底片复古年代感的照片有什么吸引人的魔力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它比较低的这种像素，或者是说没有那么精准的对焦，就是可以做一点不的一种修饰，少了一点现代数位相机的这种数位感、这种锐利的感觉，你就不会那么精准的去看出每一个毛细孔长什么样子。但是作为一位直男，我就想说，你用现在的数位相机拍也可以拍出一样的东西，然后你丢进手机、丢进电脑里面，你可以修出类似的照片，一样有复古感、底片感，然后甚至是你可以做更多细微的调整。但是兄弟现在的那个小姐姐带这种 CCD 相机出门，他们拍的不是照片，他们拍的是一种时尚感，拍的是一种仪式感。那接下来我们从地铁站走出来之后，就开始在街上抓拍。那我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自己在各种地方的抓拍，有好看的，也会有不好看的，可以看一些哪些地方适合拍，哪些地方不适合拍。有机会自己在拍的时候呢，可以回想一下我这支影片。我也同时会把有修图跟没有修图的对比都放上来，修图当然会更好看，那大家就可以自己评估一下，到底拍完要不要修图，需不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修图的部分。那在户外，我觉得如果太阳够大或是光足够的情况下呢，是不太需要去开闪光灯的。在户外拍的时候呢，可以让人的脸尽量的去面向光，那也不是说整个大正面的去面光，我觉得一个45度角从旁边打过来是最好看的。那当然在户外开闪光灯也是有另外一种感觉，是我自己更喜欢的感觉，就是把人的整体打亮，然后背景就会暗一点。但因为环境整体来说是有光的，所以背景也不至于到太暗，那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光感。不管是在人行道马路上斑马线各种地方，我都蛮喜欢用闪光灯来抓拍的。那当然，你可以 argue 说，这种 CCD 相机跟手机拍摄出来的画面呢，它还可能不如手机。那确实，现在的手机的画质越做越好。但是呢，我发现 CCD 相机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你今天把它带出去，它就是很有 feel。你不管是有没有拿它真的要拍照，你只要把它拿在手上或是背在身上，它就是一种时尚的配件。就是带着这台相机出门，你会很有感觉，你会很想拿它出来拍照。相比于手机，你会更想拿它出来拍照。那我觉得好的相机就是一台会让你想要带出门，会让你想要把它拿起来拍照的相机。那我觉得它就具有这种功能，因为它很轻，它跟手机一样，就是你放在口袋放在小包包里面，几乎不会占空间，就是它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因为风雨开始有点猖狂，我们就跑到附近的百货跟一些店里面逛一逛，躲一躲雨。那拍到这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使用 CCD 相机拍照的时候的使用设定。拍摄模式我都是使用光圈优先，
那我会直接把光圈开到最大，让景深稍微明显一点，然后让进光量大一点。然后快门跟 ISO 都是让相机帮我自动去评断跟曝光，因为我要的就是随时能够拿起来，然后就获得一张好看的照片。我要顾虑的点呢是景跟人好不好看。那相机的话呢，就是希望像傻瓜相机、像傻瓜底片一样，就是最好的。对了，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要用闪光灯抓拍的话呢，你离背景越远，背景就会越暗。那如果离背景越近的话呢，背景就会跟人一样都会被打亮。那至于你要怎么拍才会好看，你要离背景多远呢？我觉得就取决于个人喜好了，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相信大家看到这边啦，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CCD 相机它直出的照片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好看，就是有点像是素颜的感觉，所以我后期还是会稍微做一点点调色，但是这个调色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套我自己弄的同样的一个 light， 然后每一张照片就是稍微去调一下亮度跟一点点颜色而已，就没有花太多时间。那如果有需要这个调色档的各位呢，欢迎在下面资讯栏好吧，帮自己做个广告。但如果你是完全不想要调色的话呢，当然也是 OK， 直出也是好看，只是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美。就是不像那些网红啊、艺人拍出来的这么好看，那除非人很美、景很美、光很美，那当然就不用修图、不用去调色了。但这个情况好像要怎么拍都会很好看。这个雨终于小一点之后呢，我们就走到了海云台。那我觉得海云台这边应该是很漂亮，只是可惜没有出太阳。但至少雨停了，然后有给我们一点点的光。那像这边这么漂亮呢，我会选择用广角来拍。但是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美的街景，蛮建议大家可以把焦段稍微伸远一点点，就是用长焦一点去拍，可以避开一些杂乱的街景，然后构图方面也会比较好构一点。那也不用担心这种数位变焦会牺牲一些画质，因为毕竟画质本来就不是这个相机的一个卖点，所以用长焦来拍摄的话呢，我自己觉得是还蛮推荐给大家的。那这台相机呢，去年我就有做过一支影片来聊聊为什么它是我去年最喜欢的一台相机。那基本上就是因为它很轻，它很时尚，然后它拍出来的照片很漂亮。但最重要的就是它会让我想要带出门，把它拿起来拍照。就是如果一台相机它不会让你想要带出门，它不管画质再怎么好，再怎么锐利，它的颜色直出再怎么好看，都没有什么用，对吧？毕竟你不会想把它带出门。那这台相机呢，它去年就有让我想要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就是到哪边就是会想要去抓拍东西，各种抓拍，就是有点像是当初找回初心那种感觉。最后呢，我们从海云台这边离开，就差不多是黄昏了。那其实我原本是想要拍到晚上的，但是因为我的电池只有1颗，而且我已经算是很省快门在拍了，但是因为我几乎都开着闪光灯，所以拍到这边也差不多没电了。那我觉得也不算是耗电啦，可能就是带2颗电池就足够，3颗会比较保险。但讲到缺点的话呢，我想要说一个我自己觉得用到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闪光灯的回充很慢。所以你的一个快门跟另外一个快门之间，如果你都想要用闪光灯来拍的话呢，你中间就是要等这个回充，就需要等一段时间。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我自己对这个 CCD 相机的看法。整体来说，我觉得它就是现代版、数位版的底片相机。底片相机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直出很好看。那这个 CCD 相机，我自己觉得它直出没那么好看，所以它后期需要多一点的这个调色的功夫。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 SD 卡，你可以一张卡重复使用，不像底片一样，你还要一直买。然后你在拍的时候呢，如果这张照片不好看，你可以删掉，然后你可以及时的预览画面，你不会感受得到每一张照片都是那种金钱的压力，每张照片都非常的珍贵。当然，有些人会 argue 说，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拍底片的乐趣跟它的精华。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不适用于我，尤其是现在底片又长那么凶。那如果是底片相机跟 CCD 相机的话呢，我一定会选择 CCD 相机。那不仅仅是我刚说的，就是它毕竟是一台数位相机，所以它还是会方便很多。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的出图，就是它拍摄出来的画面很好看。但仅限于就是修图过的照片、调色过后的照片，直出的照片真的不像是那些艺人、明星、网红拍出来的照片这么好看。我打个比方好了，我觉得这个直出的感觉就有点像是素颜。就是那些艺人、那些帅哥美女，他们素颜本身就好看，所以他们用这种相机拍出来就有点像素颜就好看的感觉。那一般人的素颜会好看吗？一般人用直出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吗？我不知道，好不好？留个疑问，就是给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一下。那反正我是觉得，就是那些人都是靠颜值在撑场，不是这个相机真的那么厉害。那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陆什么，下次影片见 ，peace。嗨，那今天的花絮呢，就是先来感谢一下各位，好不好？我们终于突破这个1万订阅了。那这个数字呢，真的不是很多，但是以一个摄影题材或是这种摄影小众市场的频道来说呢，我自己觉得算是可喜可贺。那当然就是我觉得1万 QA 少不了，好不好？很开心可以做这个 QA。那就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在下面提问或者私讯给我都 OK。那我觉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我就来做这个1万 QA 的这个影片。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